你都有这么一堆万用表了，为什么还要买一个电桥？它就只能测电阻、电容还有电感。哦，不过这一只还可以测电池的内阻。但是为什么还要一个电桥呢？电桥和万用表的测量方式是完全不同的。这是众仪的 ZT-DQ02， 它是一个性能介于镊子电桥和台式电桥之间的电桥仪器。这些台式电桥一般有更宽的频率范围，而且频率连续可调，但是体积更大，价格也更高。DQ02 预设了常用的频率和测量电平，价格比较适中，会更便携。来，我带你看点东西。万用表会更侧重于测量电压、电流、电阻，它测量电容有一点不准，但是能测个大概。还有它可以测试二极管以及通断。电压和电流测量还是比较精准的，电阻和电容就没有电桥测量那么精准。你看万用表的这根测试线自身会有一个电阻，而且温度发生变化，这个电阻是会变的。这是利用简单的欧姆定律在测量，也就是用电压除以电流。用示波器观察，万用表测量电阻输出的是一个直流电压，这个锯齿是受到的电磁波干扰。但是电桥测量的时候输出的是一个正弦波作为激励信号，这就是最大的不同。这是一支510欧的电阻，用电桥测量是4根线，这2根给电阻通过一个交流电的电流，然后背面这2根线会测量电阻这两端的电压。那用欧姆定律就可以算出电阻的阻值。现在电桥测到的是 509.9 欧姆。这个万用表可以看到电桥输出的电流有多大，看这里显示的是1000赫兹，电桥这里设置的也是1000赫兹的激励信号。然后用示波器去测量电阻两端的交流电压。当然我们这样外部测量会引入太多的干扰，肯定会有误差，包括示波器也会产生误差。示波器测到电阻两端的电压是463毫伏，流过电阻的电流是 0.89 毫安。463毫伏除以 0.89 毫安，得到的电阻值是520欧，很接近，是因为我们外部测量有误差。对于电桥，它测量电容，除了测量电流的有效值、电压的有效值，还会测量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，最终计算出电容的容量。对于电感也是类似的计算过程。我用示波器给你看一下万用表是怎么测量电容的。你看，连上表笔就会有一个很小的电容存在，因为表笔也相当于是平行板电容器，这个就是引入了误差。示波器的探头里面有一个微小的电容，所以我夹上去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电容数值，测到了一个 0.3 纳法的电容。来看示波器，这是一个三角波，峰值是 1.1 伏，频率是 1.27 千赫兹。我们夹一个大电容试一下，测到的是 10.2 微法。来看示波器，还是一个三角波，峰值是 0.7 伏，比刚才小了一点，但是频率变化很大，现在是 49.2 赫兹。光看这两个数值可能不太明白是怎么工作的。其实电容就相当于是一个水杯，它的容量跟水杯的水量是类似的。万用表的测量原理很简单，就是用恒定的速度把水杯装满，
又倒空，装满又倒空，去计算这个时间来判断它的容量。所以这个波形就是充满放空，充满放空，充满放空。其实电感也是一个能量的容器，电容储存的是电荷，电感储存的是磁场。只是万用表提供不了太大的电流，所以没办法用这种充满和放空的方式去测量电感的容量。所以我们需要用电桥的另外一种方式来测量电感和电容的容量。至于它的测量原理，我一会儿找一找资料，看有没有便于表达的方法。来看这里，有没有谁想过，像 DQ02 这种电桥，它的自动挡是怎么运作的？我们做一个实验，用信号发生器生成一个正弦波，黄色波形测量的是电压信号。这里有一个电阻，用来检测流过电容、电感、电阻的电流，在蓝色波形上面显示。先让电流流过电阻，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完全重合，也就是说它们的相位差是0。现在让电流流过电容，看这个位置，电流和电压并不重合，而且电流是超前于电压的，它们的相位差不为0。现在让电流流过电感，电感的电压和电流也是不重合的，看这个位置，电流是落后于电压的。注意看，我把电感的电流测量点从这里移动到这里，这个测量电阻是变小了。现在的电流滞后程度比刚才要更多。所以对于 DQ02 这种电桥，它的自动挡通过电压电流的相位就可以判断它是电容、电阻还是电感。最后再把这些已知的参数再加上电流检测端检测到的电流有效值，还有电流相位，和电压检测端检测到的电压有效值和电压相位，带入到公式里面，就可以算出电感的电量还有电容的容量。这些计算公式都是公开的知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学习一下。DQ02 给我们配了2副开尔文夹，这副专门是用来测电阻、电容、电感的，这副专门用来测电池的内阻。因为电池内阻用了专门的接口，切记这组通道不能测试电池的内阻，会损坏的。然后还配了一副普通的万用表表笔。我用这个绝缘板屏蔽掉电压采样端，只使用电流采样端，是可以正常测量电阻、电容还有电感，只是误差会稍微大一点。所以对于电路板上的元件可以在线测量，但是记得一定要断电，而且电容的电得放掉。一般我们测量的时候用的是 0.6 伏的电瓶，在线测量最好选到 0.3 或者 0.1。如果机离电压太高，这里面的晶体管可能会导通，会影响测量结果。这颗电感测到是 4.7 微亨，这颗电容测到有 75.9 微法，其实它是多个电容并联的容量。这个地方要特别说一下，刚才我没有使用这个绝缘隔离片，这4个端口和这4个端口在内部其实是导通的。在使用开尔文夹还有2线测试的时候，最好把这个绝缘隔离片插上去，这样可以提高测量精度。我这台 DQ02 现在的版本号是105，我们升级一下固件。直到目前最新的软件版本号是107。先把固件文件的只读属性给取消掉，关机，进入升级模式。拷贝固件文件，
升级过程很快，现在的版本号是107。正好 DQ02 现在的电量亮红灯了，我们试一下它的充电对充电器有什么要求。C 口这边激活的是 PD 3.0 的协议，是5伏 0.8 安，有4瓦的功率。它配的这根充电线是一个 A 口对 C 口的充电线。从 A 口给它充电，激活的是 BC 1.2 的协议，是5伏 0.8 安，也是4瓦的功率。所以给 DQ02 充电，不需要挑充电器，也不需要挑充电口。C 口和 A 口都可以给它正常充电，充电功率都是4瓦。而且不管你是开机还是关机，充电功率都维持在4瓦。刚才讲在线测量的时候，已经讲过测量电平的选择。DQ02 可以选择 0.1 伏、0.3 伏和 0.6 伏的电平。但是开启直流偏置以后，最大只能选择到 0.3 伏。至于这个测量频率，一般我们就选择1000赫兹，因为大多数的测定是在1000赫兹下测定的。然后你还可以选择10千赫兹、100千赫兹、100赫兹、120赫兹。那对于这个直流偏置是什么意思呢？来看示波器，我开启直流偏置，注意波形，会向正方向偏置 0.5 伏。注意看这个万用表，现在是直流电流档，现在测的是电感。当我开启直流偏置以后，相当于给电感施加一个直流电流。现在是测电容。开启直流偏置以后，相当于给电容施加一个正向的电压。除了电感和电容，还有变容二极管，它们在施加电压以后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，所以直流偏置是可以让你看到这些变化的一个有用功能。这里有一个快捷键，你可以方便的切换它的测量速度，有快速、中速、慢速的选择。这个量程你也可以选择自动，也可以选择100欧档、1000欧档、10千欧档、100千欧档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快捷键，可以选择 X 电抗、西塔相位角、R 电阻值、D 损耗值、Q 品质因素。这一排快捷键的下面还有一个大的快捷键，你可以快速的切换模型的串联、并联，还有自动模式。旁边的这个快捷键，你可以切换主测量的电阻档、电容档、电感档、阻抗档、电解电容档，还有电池内阻档，还有自动挡。这个快捷键还可以开启和关闭偏差值的测量。比如你设定一个1000欧的电阻，可以看到它是偏差几%，还有测量是通过还是不通过。进入设置菜单，语言可以选择英语和中文，背光可以调节，自动关机时间可以调节，蜂鸣器可以开关，还可以进入用户校准模式，然后也能恢复出厂设置模式。这个串并联的等向模型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选。厂家的说明书给出了一个表格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一般情况下，选择自动挡，系统会帮你去挑选合适的等向模型。如果你有特殊需求，可以手动选择。其实电池的内阻，你可以通过给电池添加负载的方式来测量。这边是电流检测端，我先把它屏蔽掉。现在电流是0，空载的电压是 3.6722 伏。然后我让这两个端口和这两个端口同时测量电池的电流和电压，也就是给它添加负载。现在电流是 0.714 安，负载两端的电压是 3.6319 伏。
我们计算一下 3.6722 减去 3.6319 除以 0.7014 安培乘上1000，得到的是 57.45 毫欧的内阻。用外接负载的方法来测量电池的内阻是完全可以的，只是可能会有一些误差，因为在添加负载的情况下，电池的两极会产生极化，会引入一定的误差。用内阻仪测到的是 54.46 毫欧，开路电压测到的是 3.6712 伏，跟我刚才测到的开路电压 3.6722 伏是很接近的，而且跟我的计算结果也比较接近。用内阻仪来测量会方便很多，而且很快，而且你可以去设定它的电压上下限，还可以设定内阻的上下限来进行快速判断是否合格。我会更相信内阻仪测量的结果，因为它不是这种给电池添加负载的方式来测量。来，我们用示波器看一看，这个是电池内阻的激励信号，跟 LRC 测量的激励信号相似，都是正弦波。示波器上看到电池内阻测量的激励信号是一个正弦波，而且是有直流偏置的。它的综合有效值是 1.2 伏，频率是1000赫兹。这个万用表可以同时测量交流和直流的电压。示波器现在一格是500毫伏，它的直流偏置大概是在1点几伏，看得不是很清楚。把激励信号接到万用表去查看，激励信号的综合电压有效值是 1.29 伏，交流成分的有效值是 0.369 伏，直流偏置的电压是 1.23 伏。所以 DQ02 的电池内阻测试是通过有直流偏置的正弦波激励信号来测试的。用这种四线制去测量电池的内阻一定要注意：第一，正负极不能接反；第二，这个夹子不能像这样去测量，因为这个夹子里面有2个是电压测量，有2个是电流测量，必须得分开。看现在的测量结果是 1.9 毫欧的内阻，为什么和刚才的测量结果差那么远？因为我刚才是通过电阻给它放电来测试的，电极两边产生了极化，有一定的电阻增加。现在的这个结果是放置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以后测量的结果，内阻明显小了很多。所以用这种交流激励的内阻仪去测试电池的内阻会更准确一点。DQ02 的整机重量有348克，主机背盖的螺丝用的是国际标准螺纹，说明这个孔里面的螺孔是金属的。后盖的内部能看到有很多用于加强固定的设计，并不是那种简单轻薄的外壳。后盖的重量有 80.5 克。看后盖的紧固螺丝连接的是植入式铜螺母。DQ02 的电池是一颗18650的锂电池，容量是2000毫安时。这种电池仓的设计是值得点赞的，因为你不用担心电池的寿命，你可以随时去更换电池。Type-C 接口这里有一个防尘的胶垫，还是挺厚的，也很柔软，厚度有 2.7 毫米。这个是显示屏的排线，显示屏是一个独立的模组，可以和主板分开，有一个支撑框，还有屏幕的主体。正面这4个橡胶头的插孔也是植入到塑料里面的，而且有螺纹，连接是相当可靠的，是一个一体式的套管，侧面没有缝隙。按键非常的 Q 弹，是一个整体式的按键组合。这是正面机壳的内部，
做工也还是挺细致的。主板的按键和屏幕的这一面是没有电子元器件的，背面的这块是它的主控芯片，丝印被打磨掉了。然后我发现这个有一块 CH444G， 这块还有一个 CH444G， 这两个芯片是庆恒的模拟开关芯片。然后其他的地方大家就自己慢慢的欣赏。这个测试夹片得说一下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说明书上说这个夹片是镀金的，而且弹性相当的好。刚才我说这4个端口和这4个端口在内部是导通的，我们来验证一下。电压高端、电压低端、电流高端、电流低端。对了，这个端口是测试夹的地线，地线端口的焊点在这里。注意看，它跟电池的负极并不导通，跟 Type-C 的外壳也不导通，跟电池测量夹的外壳也不导通。电池的负极和 Type-C 的外壳是导通的，这个是整个系统的供电地线，跟电桥的地线不是同一个通路。好了，这就是众仪 ZT-DQ02 数字电桥的全部拆解和上手测试。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